盘旋空中自由自在，这片天空曾是蝙蝠翱翔的天地。如今却变了调，一只只小小的身影正慢慢的消失当中。其实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蝙蝠所共同面临的问题。蝙蝠的灭绝警钟已经响起，而人类听见了吗？我们也观察到，在这几个区域的蝙蝠的数量其实是有在减少的趋势。全球蝙蝠数量急速骤降，面临危机的夜巡者正在跟人类拼搏，争取一丝的生存机会。尤其是被台湾列为保育类的黄金鼠尾蝙蝠，处境更是岌岌可危。那数量最多的时候可能有大概1000只甚至3、4千只的这个数量。那可是最近这几年啊，大概就是随着时间文明的一个演进，最近这几年大概那边数量都是只有30几只而已。抢救蝙蝠刻不容缓，从事蝙蝠保育工作已经15年的张恒家，就在黄金鼠尾蝙蝠的故乡云林设置大大小小的蝙蝠屋。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装设我们这个蝙蝠屋，像是一些国家公园啊，玉山国家公园或者是雪霸国家公园。不管是柱子还是墙壁上，挂了一间又一间专属蝙蝠的空间。台湾大概有36种蝙蝠，那目前有13种蝙蝠都有入住的。我们前来拜访的这一天，遇上冷气团来袭，蝙蝠屋里就住了5只的高头蝠。因为正值白天，再加上是冬眠期，所以它们静静的休息。但是蝙蝠就连睡都很讲究方位。面南的话，就可能晒得到温度比较高，它可能容易晒到太阳，然后维持的温度比较高，这样它就不用耗太多的能量。我们跟着张恒家的脚步，来到全台最大的蝙蝠屋，长宽各2.5公尺，高达6公尺，可容纳上万只蝙蝠。近几年，云林地区广设蝙蝠屋，连农田边也可以看见它的身影。它是最天然的一个杀虫剂，那基本上有超过70%以上的蝙蝠，它都是吃这些就是飞虫。那这些飞虫里面很多是我们讨厌的这些害虫，像是那个斜纹叶盗蛾。蜜鼠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知道它已经在觅食，它飞来飞去，它这边这样飞。它在觅食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降下来，再上去。蝙蝠除害虫功力了得。有数据显示，在美国受到蝙蝠守护的棉花田，一年可以省下价值超过10亿美元，大约新台币324亿元的除虫费用。一只这么小的这种所谓巴西油叶蝠才这么小，那母蝠大概就只有11克、12克而已的这个重量，它一个晚上居然可以吃掉大概将近8公克的昆虫。而这些的夜行侠，除了是天然的杀虫剂，更是植物授粉的好帮手。200万只蝙蝠一个晚上可以传播的花粉超过1000万颗，全世界将近4000多种的植物都仰赖蝙蝠生存。如果你是喜欢喝那个 tequila 的，就是龙舌兰酒的，那当然也要感谢蝙蝠，因为有些沙漠田的蝙蝠，它就是专门在帮这个 tequila，就是龙舌兰酒再去这种花去帮忙沙漠植物去做授粉。小小一只的蝙蝠提供了多样性的生态系服务，它们的重要性不分洲际，影响力更是跨越国际。一旦消失，全球得面临农业浩劫，人类逃不掉也躲不过。要如何与自然共存，端看人类们的选择。